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6季。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加油团成员陈明，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小伙伴们，欢迎佘诗曼，欢迎钟汉良，欢迎陈烨，大张伟，还有何雨辰。今天的气场不一般，对不对？为什么？有一位新朋友，又是老朋友，又是新朋友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到底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上一季我们不是有爹爷介绍吗？是。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柔和不失力量、犀利不失温度，被万千网友誉为行走的职场教科书的姐刘思远律师。大家好，欢迎刘律。紫霞仙女。去年上完节目之后，刘律获得了非常多的人喜爱，也想问一问刘律，这一年以来工作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刚刚过去的6、7月份，正好遇到了小朋友们的毕业季，然后9月份开学呢，又进入到了进一波的求职季，所以这段时间会有很多法学生问我，如果说想去做律师或者想去做诉讼律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线答疑解惑的那种。哦，全免费。全免费，而且公开的。你都怎么劝他们呢？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对，其实我觉得做每一行其实都是挺辛苦的，所以你做每一行呢，最重要是找到你自己的热爱，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哎呦，你听听，哎，老师厉害。那想问问刘律，今年这一季本季的实习生，如果让您来挑选的话，您会挑谁？如果要选2位的话，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第一个是我自己的小师妹洛欣。哎，洛欣是我的小师妹，清华。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的成熟。然后第2个呢是罗一涵，我觉得他身上是有一股劲儿的。对，而且他是公益律师，为好多那些公益的事情要去。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respect 的。上一期我们本季的踢馆战落下了帷幕，那所有的踢馆实习生当中呢，有一位张启乔已经成功的加入了我们的实习生活，他的照片也登上了我们的照片墙。那从这一期开始，实习的生涯已经过半，本期迎来了课题4的考核，全员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一起来看吧。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你俩好好笑。我看走路还挺霸气。文翰目前都是好看的哈。哦，是。哦，我们居然是最快最早的。是的。Hello， 早。遗憾这个习惯好，不管多忙，他都要吃早饭。又是新的一天。
这是可儿是吧？咋今天这么没有精气神呢？可能需要一套像你这种的穿搭激活一下。马上，等一下就去那个洗手间把我的换给你。OK， 换给我。高跟鞋也给我。我这《霸王别姬》。你这套我是能穿的，我这套你能不能我就不知道。那有啥不能的？啊，勇敢尝试，走出舒适区。我觉得舒适区也挺好的哈，舒适区也挺好的哈。不知道今天几点钟发课题？下午2点。真的？我猜的。都第5集了，这俩世远跟可儿很好的工作搭档。来了人了。Hello，哇，你们今天穿的真好看。好啊。我感觉你每天的衬衫好像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们交换。终于明显感觉到，就是经历过那个就是淘汰之后，然后现在整个人更松弛了。对，喜欢这样的。没有关系。Hello， 早呀。Hello。早。咱们谁？哎，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吗？我现在过去看。是，你看我在上我搜到这本书了。但是它一点不进去，而且也没法 download。启强是干嘛呀？邮箱里面。你这是什么啊？哦，他是记录罪证律师的这种职业嗅觉啊。这是什么？一次性胶片机吗？对啊。哇哦！哇！我可以看看你刚刚拍的吗？不能。为什么？晒出来了。因为它是胶片。哦，我是用相机拍的。好吧。终于还萌萌的。哦，这是谁？不会吧？又有人挑战来了。Hello。想问一下，关大律师的办公室在哪？在那边。中间的这个。OK。您是？我来找关大律师报道。报道，他又来踢馆啊？送题目来的，这一期的题目对。老有鲶鱼往里边钻，对。第2轮踢馆。终于就老在这传播这些莫名其妙的消息。上次说人家是那个什么已经拿到大律师证的，也是终于做气氛。他是像是踢馆的，我觉得是很拘谨那样。梅期来一位实习生，末位淘汰。然后刚说完，然后吃口东西压压惊。不会吧？不是吧？压力这么大的。车轮战。关大律师。师傅好。早上好。哦，有叫师傅嘞。早上好。早上好。让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真的吗 ？What？ 啊，又来踢馆了。
大家好，这是 Luna， 让她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嗨，大家好，我叫李晨露，大家可以叫我 Luna， 就是像月亮一样。然后我是在澳门科技大学读的法律硕士，所以是当时学的是内地的法。然后现在是在香港城市大学读 Juris Doctor， 然后即将开始Year 1，很高兴认识大家。很高兴认识你。啥？怎么就很高兴认识大家了？大家想听他来的目的。我先带你过去这个岗位吧，你先坐啊。所以这是来踢馆的。这就是新的踢馆生吗？这么夸张吗？连来3题。稍后就会颁布课题呢。你有什么呢？你可以找他，他是我的助理。助理，你听见没有？哦。OK。松一口气。笑什么？我们以为是又来踢馆的实习生。哦，不是。那就好。心都离了一离。安妮老师，安妮大律师好。大律师早。早。今天头发卷了。张启乔，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好。陈正宇同学，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哎，这是为什么？哦，那个代教吧，因为他们上一期有一个临时飞行的代教。哦。关一下门了，请坐，请坐。好，请坐。今天叫你来呢，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宣布。我们几个大律师讨论了一下，然后共同决定由我来带你。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徒弟。好，谢谢，我很荣幸。哇哦，好棒啊，这个称呼。好可爱。好开心。很紧张吗？刚才？不紧张。对，没事。有个非常高兴的事，想告诉你，你会进我的组吧。OK， 太棒了。情绪价值给满。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好，那继续努力。好，你出去的时候也告诉王文翰同学跟伟涵同学，你进了我的组。好。好，谢谢师傅。加油！好。洛欣也是我的徒弟，所以待会儿你可以出去跟他说一下。好，跟你好，谢谢，好开心。我就是想找你。哦，这样的。好，谢谢。洛欣。哦，他跟洛欣一组。哦，是的。我们要做搭档喽。洛欣也很开心。我们要做搭档了。好。加油！去走，找补率。罗老师，我们都在沈大律师组，我们要做搭档喽，加油！太好了。你应该还是和关大律师的，就是按之前的组。那还是我们仨。哦，那我们3个搭档。挺好的。哎，我很满意。请进。蒲大律师好。嗨，早上好，洛欣。早上好。
怎么样？刚刚 Marco 跟我说他说您找我，没有，我让他跟你说一下。洛欣也是我的徒弟，你告诉洛欣一下。所以他传他，我以为他说让我过来找您。哦，可能我说的太快了。哦，好的。我的师傅，他叫我做他的徒弟，我好开心。哎呦，好开心的嘞！自豪溢于言表。他年龄小吧？对他年纪很小，04年的是吧？最小实习生。04年的都出来打工啦。是。我好期待下一个课题呀！脑子已经饥渴难耐。去抢 KPI， 冲！这一次一定要破0。肯定会的。要开张了。我觉得你跟洛姐一组也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特别的温。对，我也想跟洛欣一组。怎么样？说什么？他没有找我，他是让你跟我说我们两个。不好意思，我以为他让我就知道。他已经激动到启乔已经去原地嗨起飞了，太开心了。好的。哦，红了已经。要拍照了，好兴奋。他想跟全世界公布这个喜讯。嗨，我们要取个名字吗？哎呦我的天！就是得有 CP 名了，得有团队的名字。团名？我想一下，星星组合吧要。双 M 组合。双 M 组合。双 M。哪里有 M？ 哦 ，Marco 和 Michelle。M。这还上赶着自己给自己取 CP 名的是吗？他叫张启乔，人家洛欣，他们应该叫敲锣打鼓组。敲锣打鼓，对不对？还真是，敲锣打鼓挺可爱的。他们2个一组吗？其他人没组吗？其他人都是3个人吧？哦。你们俩今天的衣服的风格也一样，下面都是灰的，上面都是浅的绿色。对啊，太好了。对，绿色、灰色，超搭。很像姐弟。好，我回去了。很像战友。各位同学，我们在大的会议室集合，然后带上你们的电脑、手机跟笔。好。手机。这种可以让带东西带这么全乎。哦，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进去封闭工作吗？有没有可能把我们关在那直接开做了？我们走吧。走吧。陶律师好。哎呦我天，怎么有点严肃呢？我去年也这么吓人吗？有吓人的，他们直接您吓人的，甚至更。OK， 各位实习生都准备好迎接下一个课题了吗？准备好了。OK， 那我们首先需要上交你们的电脑和手机。啊，要上交电脑跟手机？为什么？笑什么？上交电脑和手机。电脑拿来是为了上交。救命！电脑可以放这儿，然后手机放在这里。哇，这么神秘，好刺激！天哪！有2部电话的人，2部都要交出来。对。天哪！
谢谢。有种那个 SAC 开会的感觉。你最后一个就行 ，OK。好了，我现在就正式发布我们第4个课题。第4个课题是减型陈词。减型。有些人会叫它求情陈词。减刑陈词在香港来说，在一个司法制度下，就是给被告人一个机会，将他的各方面的背景，还有他对于这个案件有他自己的说法，让法庭做出判刑的时候留意这些不同的点。在香港呢，有2个情况都会做这个减刑陈词的。如果一个被告人他在一个刑事案件里面，他认罪了，在判刑之前，法庭是会听辩方他们做出一个减刑陈词。然后还有另一个情况，一个被告人经过整个审讯以后，他被裁定有罪，那个时候被告人也有权做一个减刑陈词。减刑陈词就是相当于这人已经犯罪了，就已经认罪了，但我想判轻点。所以这个就应该特别能发挥一个人的那个口才，对不对？他就能给他说的更动人一些，情感的渲染的力量。我们今天有2个案件。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刑事犯罪的冒充案，被告人张先生认识了女子 X 对他有好感，张先生就声称自己是香港消防队队长，他伪造了一个消防队长的委任证，女子 X 就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大约1个月后，女子 X 发现被告人不是一个消防署的职员，女子 X 就报警处理这个案件了。被告人是认罪了，希望大律师向法庭做出一个求情轻判的陈词。这个在内地的法律体系里叫招摇撞骗罪。哦，他要骗他钱，骗他什么那种？对，有的骗钱，有骗感情也可以认招摇撞骗的。下一个案件是 Annie 的案件。好，这个案件呢，它是刑事犯罪恐吓案，还有伤人。被告呢，王先生，他是一家装修公司的东主。保安员呢，向他声称自己终日受到写字楼3楼的吴先生骚扰及欺凌。当天下午，被告去找这个吴先生，在此期间呢，2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被告人王先生，他拿起摆在前台桌面上的订书机，重击吴先生的头部及脸部4至6次。当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警员在3楼的楼梯间将被告人拘捕。警戒之下，被告人是否认控罪的。但是当然，我们做这个求情减刑，他是在法庭认罪的。那我现在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课题的 KPI 评定规则。我们这个考核是根据案件的详情，需要各位同学提交一个书面的陈词，然后再做一个口头的陈词。实习生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想做的那个案件，如果选择了同一个案件的，就互为竞争。然后我们3位大律师会根据各位同学的书面跟口头陈词的质量来评定名次。每个组的前2名同学将会获得15个 KPI。这个选择的顺序是抽签来决定的。
实习生考核的时长是3个小时，然后每个组的第1名同学还有机会获得额外的 KPI。如果在截止时间前每提早30分钟完成，就会增加5% 的 KPI。哇，还得比速度，生产力强嘛。你早点把活交了，可以给你下一个活，对吧？单位时间内你创造的价值会更多。对于这个课题，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又快、又准、又做得好的一个层次。很赶的，3个小时做决定。那现在各位同学有15分钟思考一下你们想选择的按键。这个15分钟思考时间就是不能用电子设备的，不能用。哦，好的 ，OK， 可以回工位思考一下 ，OK。想选哪一个？不知道。现在主要是文翰跟仲瑜都是0。好抽象。仲瑜倒还行，文翰有一种非常努力，但是一直就上不去的一种难过啊，很认真，就老不得分。你们想选哪一个？没想好，但是感觉第一个是不是按键不太好找？感觉第2个的按键会多一些。第二个复杂一些。但是要为这个简型陈词是针对就是2个控罪去做的一个陈述，不同的方面去，对吧？对。其实第2个案件也是他没有审讯，直接认罪了。好，大家不要讨论啊，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好，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个课题难度是在做法律检索这方面，特别是那个冒充公职人员这个控罪，然后也使用一些案例，并且其实伤人罪这一条控罪也是要去做一下检索的。当然，在他 propose 一些判刑的时候，有一些判刑是不可以的。对，我觉得最困难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的限制。15分钟做决定，不能查，这个压力好大的。就你得做一个战术路线选择，对吧？你是要保质还是保速度？对的。有问题吗 ？Hello， 我想找一下档案室里有没有刑事相关的书籍。可以。哎，你看，电脑不能查，书可以查。这个很对啊，他找对书就会很快，找到相关的陈同学真的经验。对，你知道他进了我的组吗？啊，我的组也非常不错啊。哦，开始护犊子了。请问里面的书可以参考吗？可以。可以，你2个0分的人都想到了啊，都是没有分的想到了。就是因为没有分，才刺激的那个思路一定要打开。你看，又是我的组员。想一块儿去。我们是档案室了吗？这边的 litigation 是什么样的内容 ？litigation 诉讼。诉讼 ，OK， 我拿这本回去参考一下。
文翰加油！文翰可以的。他应该拿错书了。你拿的是啥？哦，就是普通的 textbook。走吧，走，加油！好像都不对。还有4分钟了，对吧？4分钟，看看谁过来。哦，等于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已经埋伏好那本书正确的是什么了哈。我们可以看书吗？可以进去那边看书吗？可以的。是吧？妈妈牵我的嘴。我觉得启乔可能拿对了。应该对了。OK, someone got the right book. 你的主人，哦，他拿好样的，那本书 ，starting point 就已经见分晓。IIC 不是盖的。我们要去看看要不要结束吗？可以，我觉得。哦，这本书今天我们找了超级久，这也没啥书剩下。但其实他们也没有进入这个案件，还在选币嘛，还在选。但如果你在比如说一个案例书里面找到了跟这个很像的，那你就有自信啦。而且它能编进书里面，肯定这个案例的话也是这种典型的案。对，而且你想，你找什么级别的案子，你可能上诉法院的案子，它的效率就会更好嘛。刘律像他里面说的那个，就是认罪之后，然后减刑陈词，大陆法系下是不是没有这个？有，就是你可以做无罪辩护，我也可以说我承认我的犯罪罪行。而且在大陆法系下呢，就是在内地的法律体系里，它是更复杂的。你如果是在香港，那么你可能陪审团说你有罪，那么这个时候法官会给你时间，你再回去准备一下，然后你回来再去说我要求减刑。但是如果是在内地的话，你是一次性全要说了啊，你可能分步骤说，我先说我觉得我无罪啊，那如果说最后法院认定我有罪，那辩护人再去说我有以下减轻的情形，1、2、3、4、5，它要同步，哎，你同步一次性庭审全部把它说完，难度更高啊。对。我们先回到刚才这一段最开始的一个小细节，让人印象很深，就是这个 Luna 登场的时刻，然后大家纷纷认错了人，以为他是第2轮的踢馆实习生，但其实只是关大律的助理。各位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认错人的尴尬经历？刘律有吗？在律师职场里，我被人认错过，而且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师傅当时40多，我当时20多，然后我师傅40多呢，保养的特别好，之前跑马拉松很年轻嘛，看上去30多。我20多岁呢，你知道律师这个行业经常会把自己穿的老气一点嘛，我看上去也像30多。然后那天我们俩在一起走，然后我拎着一个大卷箱，我师傅就觉得让一个女孩子拎卷箱，对吧？不是绅士，我师傅就帮我拎着卷箱，然后我一个人噔噔噔在前面走，然后客户出来接我们，客户看到我师傅姓张，客户看到我之后先来一句，哎，张律师你好，你好，你好，然后把我师傅当做了是我的助理。但这个在师傅的角度应该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对，他特别开心这件事情，但我并不开心。并不开心。15、16年，我把杨迪认错了。哦，就认成杨幂了，对不对？哇，你是个瞎子，又是杨幂。我杨幂你好，我是杨迪。我是杨迪。那时候好早，那时候我们就第一次合作一个节目。
然后我们录一个很多外国人一起录的节目。哦。然后现场有一个缅甸的代表，然后我在走廊里看到了，我看到背影，我觉得他跟杨迪很像，我就大声我说 “Hello， 杨迪”，他就来跟我握了手，他说“你好，你好”。那陈老师，我就是杨迪，我们就认真的攀谈了。后来正式开录的时候，我发现坐我旁边的杨迪并不长这个样子。啊。然后我说，哎，我以为刚才那位代表是杨迪，然后那位代表知道我认错之后也没有解释。就顺水推舟的假装他是了哦。后来杨迪把这个事调侃了我很长时间。那位代表本身长得这么凄凉吗？也被认成杨迪，居然居然没有生气，凄凉。那个代表长得很帅，是一个很帅的代表。因为节目组之前跟我说里面杨迪是整个节目里最好看的人，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缅甸的代表，觉得他长得很好看，我就以为他是杨迪。谁会跟你说这种违心的话？就是有人跟你说，整个节目里杨迪最好看啊。那个时候很早，15、16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熟悉的时候，哎，很尬。我好像也是有被认错的那个经验啊，那个大张伟嘛。哎，大杨迪，都是杨迪。杨迪，就是因为看太多被认错的，或者是认错人的。就有一种习惯，你就不会主动先喊人家名字，就避开这些东西。哦，我是很不擅长记住名字、职业，但我记得这个发生的情形，我会记得我跟你曾经在上一次做过什么，我就直接进入话题。哎，上次我跟你做过什么。我在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知道你是谁。哦，厉害。就可能你聊了很久，你压根都不知道他是谁。可能不知道，但我可能有一些画面，但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所以下次见到小蛙哥，他要是就是开始跟我聊天，不叫我名字，我就知道他忘记我名字了。你现在就问蛙哥你叫什么？我不得不问一下了，蛙哥，我叫什么名字？我们俩叫什么名字？不要这么尴尬，为什么都叫杨迪？杨迪你好，杨迪2号，杨迪3号，杨迪4号，我们都是杨迪。不知道是名一律还是杨迪处理的？这段话不能经常说。暴露了。但是韩良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得体的人，就会越聊越好。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有时候跟人认错了之后，又要故意用一些小笑话去跟人缓解尴尬，越缓解越尬。就像有一个人就是录节目，反正也是嘉宾，人家是个讲师，最开始认错人了，反正乱跟人说，后来就跟人聊天的时候一直假装想跟人家用一个笑话啊再给弄回来，我说您是个讲师啊，我说你肯定特别不喜欢植物对不对？我说植物担当讲师嘛，用一个笑话弄回来，然后就尬，然后就更不开心了。植物担当讲师愣跟人玩谐音梗，什么破玩意儿？OK 了，他们的 CP 也已经组合成功了，然后也已经各自都借到书了，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书。然后接下来他们会选择自己想要选的案件，好，然后就要准备课题，3小时之内要提交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准备的情况吧。差不多时间了吧？来了，15分钟，几点到点？回到工位啦！啊，走过拿过去。这时间抽签了。我们终于得加把劲儿啊！好的，各位同学，时间到了。我现在宣布一下抽签的方法。抽签还有方法耶？先后顺序。我这儿有8个信封，然后就定一下你们的选择案件的顺序。要我抽还是你抽？我自己抽。谢谢。天哪，我好靠后呀！我发现我在这种事情上运气真的很差。对，他每一次都是很后面的。几呀？你是几？
我17。你说的第几？第3，挺好的。能不能让文翰前面点啊？然后每个黑色里面，骆老师是第2名吗？嗯。洛心2号。哎呀，就先让 Grady 抽。你是几号？我是8号。啊。我上一次也是8号。我还挺喜欢我这个号的。OK， 各位同学，那边就是我们的2个会议室，每个会议室里面都有个黑板，黑板上就写了案件的名称。1号会议室是冒充案，然后2号会议室是恐吓案。每个案件最多5位同学，每一组里面的同学互相竞争的。明白吗？明白。如果选择那个案件的话，就可以进去那个会议室。OK， 跟我们那记得很像。对，对，也是两边走。当时我赌明浩会去那控方，就你觉得他非常义正言辞是吧？一身正气。结果他走进辩方。谁是第1名？好的。呀，启强。恭喜启乔获得了第1名。启乔这孩子肯定特爱照镜子，为什么？因为他走道的时候，还有发现他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都是喜欢帅的这样。歪头杀。对，喜欢那种帅气的那种表达，所以平时照镜子也肯定照好久。好了，第2名同学。大家有一种看他看大魔王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么关注洛心？因为他强啊，他现在45分。你想他是同组竞争，你跟洛心分歧，你怎么搞？尽量避开强的人啊。天啊！都选我想选。我好像上次选课题也是我们2个坐这边的。哦，他选在一起。他俩选的是什么案件？恐吓案。崩溃不太需要上。那你也得看竞争情况。感觉他们目前都好像挺想选案件2的，所以当前面有2个人的时候，他们就都还挺焦虑的。第3名同学。终于拿个分儿吧。我猜他肯定会选我票。仲宇有没有可能来个2小时就交卷，然后搏一下那个？去了哪儿？去2了吗？哦1，耶！仲宇太适合1了，因为他能够在感情的角度上
发现一些不同角度吧，帮人说说。第4名同学。向远同学，他肯定去2，可能去1，因为对志远来说，如果洛鑫在，他拿那 KPI 是有难度的。我一下害怕了。但最后如果是5比3的话，那3的那一组其实2个人拿 KPI 也还是不错的。对。第5名同学。哎，都在看洛鑫，每个人都是看一眼洛鑫，然后看一眼洛鑫算了。Hello， 咱们3兄弟，铜锣湾3兄弟。哦，有意思喽。第6名同学。拐进去了，拐进去了，漂亮 ，yes， 紫薇。看后面怎么选喽。第7名同学。遗憾会去哪里啊？去仲宇那边吗？又是跟他们3个老朋友。他跟洛鑫他们挥了挥手，哇，又回去那个组合啊！天哪，楼老师来了。第8是谁呀？第8是可儿。哦，对，是可儿。看可儿来哪儿吧。铜锣湾3兄弟加遗憾。最后是你的可儿。谢谢。合力猜一猜，可儿选哪边？可儿肯定去洛鑫那个组。我觉得他可能会去罗一涵的那组。他在犹豫，他可能在挑选对手，想选那个按键，但是这边这个徘徊有点犹豫哈。进了，你看，进了，4v4，漂亮。哦，他去那个，那就平均了。那平均还挺好的。这边4位也心里也舒了一口气。对。这个组现在压力就大了，有可儿，有洛鑫，有启乔，高手云集。那组全部都有 KPI 的是吗？对。紫薇还是排第2名。对，是这样的。你们的电脑跟手机我们会还给你们。太好了。大约1点50分左右吧，2点左右你们回到你们的工位，我们会发电邮给你们有关那个案件的详细内容，还有陈词的模板。你们收到那些资料之后，3小时就正式开始。然后每一组做的最好的2位同学都会有15个 KPI。每一组有2个。
但是只有第1名的同学在截止时间前每提早30分钟完成，就会增加5% 的 KPI。就等于有一个人会20%，同时他得在2个半小时以内交，然后如果还能是第1的话，就能再加5个点。没事，你们可以先出去吃饭了。好。你有吃的吗？没有。那你会下去买吗？我们下去买吧，我有现金。我们还有鸡。走吧，我们去买吧。天哪，你吃这个，这是人吃的吗？你确实吃这个。这是你自己带的。对啊。你去买吗？我不去。你不去买，还要在这里卷。不是都没有人出去吃饭？一起出去吃饭吧。没有手机咋吃呢？没法付钱啊。对啊。我有现金，但是他们都不出去。那我们组出去吃饭吧，走吧。我是吃饱了的。走，那你有现金就跟你出去，走吧。直接开学。我觉得终于快饿疯了。哦，这个就是从饭。那我。他俩连会议室都没出。你没有边看边照吗？你就是没有在吃午饭，然后再卷。我天，这才是真卷呐！走到工位的那个时间都不浪费。这是你自己带的书还是找了一个封面？但是他很多细节其实没有给我们。其实他连他跟这个保安员到底啥关系也不知道。对，有点奇怪，他们两个。这个保安员应该不算他的员工吧？是他老婆吗？他叫李宗盛先生，怎么会是他的老婆？那老公吧。王志豪可能是个女人，他们都是男的。他都用了他，都是单人旁的那个他。就这个吧。你当时是咋想的？就是这2个课题中间。其实我当时犹豫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这组有骆老师，我觉得很强。就相当于少了一个名额。对，就是这个名额就不用考虑了。但我觉得骆老师他是那种，他会做得很好，然后确保自己能拿到15，他不会太早交卷。我也不会交啊，我觉得我不会想去提前。对，我还是想做好。还是很有难度的。好了吗 ？OK， 谢谢。走吧。没事儿，相信你。你是你们4个人里，你优势很大。2个字：苦涩。没事儿，一会儿捋一捋思路。边吃边捋。Hello， 我以为你是 Kim 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放最大的。你去哪了？你去吃饭了？我去吃饭啦。吃了什么？吃了卤肉炸鸡饭。在哪吃的？带回来吃的呀。卤肉饭。哦，卤肉。你那本是什么书啊？你这个？说了呀，是牛津的一个 criminal practice。谢谢你的牛津书。那最好的书被你拿走了呀。哦，对，我拿最好的书，因为我太厉害了，我一拿就拿到最好的书。启乔绝对是说怎么样，哥们儿就是帅气了。他就这种臭屁小孩儿。哦，有3等哦。对，他有，但我还没看到这。哦，我这里也有，我要看一下。真的会谢。
我觉得坐在洛星旁边好安定，整个人有那种效果。你最好是了啊！又要取外号了。洛神花茶。这洛星姐姐感觉很宠的样子。你们先回工位。好的。我现在先把电脑跟手机还给你们。OK， 各位同学，大约2点的时候，你们会收到我跟 Annie 发给你们的电邮，里面就会有2件案件的详细内容，还有书面陈词的模板。然后你们将所有的书面的陈词打印出来，案例也打印出来，将所有这些文件送到 Franco 的助理 Luna， 那一刻就是有效的提交，这明白吗？明白。过了5点的话就无效了，是不收取的，因为这个时间只有3个小时。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是大家的，当然是能力，但是也是效率。OK。还有假如你们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发现有用的书呢，也可以借 ，OK。好。书本可以不算分享的，也影音的，copy 的也行。对 ，OK。他们只能去自个儿导师的屋里去拿。还好都会借的。上季 Kim 老来我屋里拿书，听出一些嫌弃的吗？听这语气应该是没还。期待你们给我们惊喜。加油！好。我想去师傅房间看一下。师傅，可以看一眼您的书吗？可以，谢谢。好。我要拿这本。你要这本吗？3层型，好好。这个旧版那是最有用的了。能帮到的就这么多了。而且老师就放在那儿，他就是为了让你进来时就能看见。这老师很温暖，就是摆在那里让你。就差了说来我这边拿着，差说那句话而已。对。这个还挺有用的。把这本拿走，谢谢师傅。师傅好，我想看一下您这儿有没有可以借的书。好啊，随便看。不是说快，那本。那我想先借的，谢谢。好，拿一堆走，你是要干嘛？做一个椅子吧？我看到洛星非常开心，从你这拿到他就一直笑的，笑这么开心，应该是拿对了。这些内容可能在网上也能找得到，但这个更效率，就是网上很多信息你还要甄别。哇，这组好好看啊！开始了没？还不能开始吧？他是不是还没发邮件？没发吧？我现在还没收到。时刻刷新。来了。喂，安妮。嘿，我 ready 啦。OK， 好，預備。3、2、1。香港警队出发前，3对表2、1。Luna 这边开始计时了，效率拉满。哎，我收到了。证据还挺多的。
开始写了，致远真的校园。你的案件的难点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他们需要避雷的？难处就是在于这个案件本身的控罪吧，特别是冒充公职人员这个控罪的法律检索难度高一点。做这个求情的时候，他们需要考虑有些给了被告人他的说法，有可能不是一些求情的理由，有可能还是加刑的理由。他们的客户已经认罪了，你再拿一些抗辩理由出来，就完全不行。对，这个可以看一看他们会不会犯这个错误。挖了坑。需要甄别。像这种冒充案不能多挖掘情感线嘛？就说最开始是因为那个男的爱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可能影响不到他的这种真正的量刑，你可能拿这个求情，法官也不会采取。我觉得像这里人同学有可能是第一个家，他是比较有效率的。王文翰、陈润宇都不是这么快的人，但是写的最好的话，应该还是罗一涵同学吧。他能力是真的有的。我那个课题里面的缓刑令是需要下一些功夫、花一些时间的。那个马普拿了一本正确的书吧？他是第一个拿到那本书的，所以黑马也有可能是马普。洛欣拿了我的sentencing in Hong Kong。陈可人拿了我的sentencing in Hong Kong， 他掌握这些 factual 的方面的能力了，是很快。哇，基本上谁拿了这本书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谁就会赢。所以他们三个应该是会比较有优势。紫薇他想的方法很全面，课题上的法律建树了，他是比其他另外两个同学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没拿到关键书。洛欣真猛。哎，可是他们现在目前这个不讲究一个活学活用哈，就是必须得找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不能自个儿编一个新的。当然不能，它是要判例啊，你自己要先想到那个 point， 然后再去找那个支持 point 论据案例，看他们找 point 能不能找准。现在就感觉是最强大脑一样，谁记得事儿多谁就赢了。哇！满脸期待。这是那个。唔係，又係嗰啲 material。哦，係我哋嘅，哎。哦。我以為是有同學交了。沒有，這是那個假冒公職的。好，謝謝。然後您發的那個要打印嗎？要。哦，好。我真的以為。我真的以為有人交了。滿臉期待。現在過了1個小時。半小時之後就已經可以有人過來拿了個 extra 的 KPI。3點半之前交就可以拿15%。OK。就是每提前半小時有5個點啊。對。那這個值得一搏哎。才過1個小時嘞。哟，來了。誰啊？启乔，他可能只換個地方吧。
已经提出结论了。检查报告这么快，可以哦。我准备发送了，文翰博15% KPI。哦，准备发送。哦，反复检查。刚才看上去文翰是第一个发的。OK， 我们先请何律帮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减刑陈词好了。就是减刑陈词也叫这个求情陈词。它相当于是在那个法官已经把这个罪定下来的情况下，那我们针对这个罪，看看这个当事人他究竟有哪些情形可以为他减轻这个刑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要介绍很多可能不直接跟减刑相关的内容，也要去诉说。比如说像当事人他可能以前做过什么一些好人好事。比如说没有前科，他这个案情里面他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个事情可能不会直接帮助他减刑，但是能够帮助法官去构造出这个一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况，他就有一个故事在脑子里了。那如果你这方面的这种氛围描述的好的话，那法官可能会从整体去考量的话，也会把这个刑期可能在一些法定的情况下减一减。然后像是一些固定的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减轻量刑的情节是一定要往里面写的，比如说。案情有提到那个认罪嘛，那这个一般来讲是每个案件里面最会影响他量刑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个点是一定要写的。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去检索很多的案例，然后结合案例，再结合这个案子的具体的案情，然后去描述说，哎，现在有哪些的情形，然后我们认为他这样的情形是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当事人去求得法官更多的这种体谅的，然后是要做这么多工作。所以严格上说，这个法律里面也会给人情留下一些空间，就是人情在里面是有因素的，这个因素会最终体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里面，他一定是根据法律的依据，再结合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心证嘛，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哦。你像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他在内地，他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老年人，然后他有精神类疾病，也在看心理医生，然后他老去盗窃，老去道歉啊，盗窃，我说这么客气，盗窃也没毛病，他先盗窃，然后就得道歉，然后他可能偷东西都不贵，偷一个鸡蛋啊，偷蔬菜啊，又偷这些东西，他主要是有心理缺陷。但是他累计的金额呢，也达到了去追诉他的标准了。但最后检察院是做出了不起诉决定的，当然也拿到他整个精神鉴定的报告了，所以都综合来看，所以这就是你要找他的心理原因啊、心理诱因啊、精神诱因啊、有没有前科等等各个方向，你可能要全面的去了解他的相关背景。他是个罪人，但他先是个病人。常说法不容情，但事实上在整个结构当中已经为人情味留下了一些空间了。处处是情，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情理其实都已经融到整个法律制度里面去了。就是更新了我的认知，现在你才意识到情理是包含在法理之中的，是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下位的概念。那想问问小何律师，刚刚这2个案子本身，包括他们实习生的这个分组的情况，觉得是在你的意料之中的吗？我觉得还蛮意外的。谁呀？最意外？你感觉？我觉得是遗憾遗憾他选了铜锣湾3兄弟。对，选了铜锣湾3兄弟。没有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我会觉得他看到洛星在这边，然后他可能想稍微避开他，然后去另外一边。可儿呢？可儿有没有这样一个考量？其实也有，我觉得他最后还是迎着头皮上了，还是蛮厉害的。洛星，那如果按这么讲，洛星其实已经在这个选人的过程当中，成为了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的。是的。大魔王对，连刘律看完之后都对自己的这位师妹是长脸呢，这是非常欣赏，不愧是清华哈，对，夸的真在点上。各位在自己的工作状态中有没有那种遇到大魔王的经历？你们辩论肯定老有大魔王啊，陈明老师自己就是大魔王，并不配，并不配。您就是大魔王啊？我不算。刚刚录那个辩论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选手，我就觉得非常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去，就是范甜甜啊，是因为他的风格，完完全全跟我不在一个思路的线上。就你想跟他讲理，他跟你发疯啊？没这么看。关键有时候范甜甜，以前我去过录一回，就是那个节目，你感觉不用辩论，站在面前你就错了。对，我也觉得是。
是吧？他一站在那儿，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您怎么克服啊？就是我这样一个极致理性的状态，但他是一个完全是极致感性的。然后我想把他拉到我这边来呢，未遂。但是他把我拉到他那去呢，很容易，因为感性的情绪的世界是非常容易让人置身其中、沉浸其中，所以确实觉得非常难。如果他是在一个组，你是选他还是不选他？我肯定选坐在他身边，成为他的队友，因为这样我们就全面了。但你站在他对面就非常难，因为你要跟他讲道理吧，就会很绕，显得你很冰冷。然后你只能跳到他的世界里去跟他来讲情绪或者故事，但是这就是他的长处、擅长的领域了。你就觉得在策略选择之后非常艰难。哎，在演员的世界里，我很好奇，如果跟自己搭档的一位演员是一个超级老戏骨，演技非常非常厉害，你是会愿意去跟他搭，激发自己的表演状态？当然是好的，当然是好的呀，一定是好的。曼姐呢？曼姐演的角色里也有大魔王的角色。我生活中不是，但是我角色里面可能是。我好像拍《新闻女王》的时候，其实我跟高海宁已经很熟了。那第一天我们开拍，我们第一场戏，然后拍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哇，我好紧张啊！”我说：“紧张什么呢？”他说：“哇，你好有气场。”那其实不是我有气场，我觉得是那个角色有气场而已。曼姐确实有那种反差，她的荧幕上下就生活中对是不一样。生活中曼姐特别亲切温柔，但是一上戏就马上那个气势就来了。那就是因为角色嘛。如果演少女的，我也可以很少女。很切换自如。是的，OK 了，我们看看，刚才我们老说洛星是大魔王，但真正大魔王还是要在实战中展现实力的。我们看一看这段 VCR 当中他们准备的情况。这次的课题资料真的有点多，还要赶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同时还要写的又合情又合法。那你可以试试用惠普 ThinkBook Pro 14自带的惠小薇智能助手，输入你需要的资料后，用 AI 快速检索一些相关的案例做参考。那需要情感共鸣的陈词，惠小薇 AI 也能帮上忙吗？当然呀，你可以输入你想要修改的一段话和想要的情感表达模式，它就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把握语气和用词了。你输减刑陈词。真的可以哎，而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给出建议，这看起来也太实用了吧？对啊 ，AI 还可以帮我们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帮我们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真的好棒啊！那我之后也一定要试试看。你们就猜谁第一个交？仲瑜跟文翰。文翰有一种负重前行的气场。同学们，已经有同学在3点59分提交了，有人交了59分。所以如果他能拿到第1名的话呢，他就能拿到这个额外的10个 KPI。看个性应该是志远。